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张凌赫这次真能上岸，一纸官方证明撕开了内娱最荒诞的遮羞布。我算是看明白了，内娱要毁掉一个人，从来不需要铁证如山。一盆脏水泼过去，哪怕他浑身是嘴，也得先扒一层皮再说。最近逐玉火得一塌糊涂，张凌赫那张脸刷屏刷得人眼花。结果呢？眼看就要飞升的当口，老剧本准时上演，学历造假、歧视言论、服务富婆，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熟悉的扒皮三件套。我本以为又是一出粉黑大战的烂戏，直到昨天看到那条热搜，无锡教育局证实江苏高考数学曾满分200号。说实话，那一瞬间我有点想笑，不是笑别的，是笑这场舆论狂欢的荒谬。就为了堵住数学考182分是吹牛那张嘴，逼得人家地方教育考试院亲自下场，在2026年3月12日把近20年前的考纲翻出来，白纸黑字的拍在互联网脸上。这画面是不是有点黑色幽默？一个演员因为一句高考数学182被架上审判台，全民拿着放大镜找撒谎的蛛丝马迹。没人去查2008年至2020年江苏高考数学真的就是200分制，更没人关心他母校的校友文章里确实能找到若无机遇跃进国家电网的出处。人们只想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看，又一个学霸人设翻车了，这才是最恐怖的。当质疑本身变成一场不需要成本的狂欢，真相反而成了最不重要的东西。他们要的从来不是真相，而是我早就看穿他了的那种智力优越感，是亲手把神像推倒时的快感。张凌赫这件事根本不是他个人的危机，而是内娱舆论生态的一次溃堤。看看这3天发生了什么。3月10日，争议发酵。3月11日，外网开始刷张凌赫 Rakist， 兰蔻的评论区被试探性攻击。3月12日，官方澄清来了，可你好，星期六的片段被悄悄下架，留下一地心虚的猜疑。3月13日，杨幂粉丝大规模举报编剧的邮件模板还在流传，而那位编剧疑似某盒的小号，那句改了又改，最后还是用了痛快的截图，成了新的燃料。所有人都在奔跑，朝着自己预设的终点。没人停下来听听那声182分的澄清，其实来自一份官方的、冰冷的，但无比确凿的文件。我甚至能想象那个场景，无锡市教育考试院的工作人员面对着一堆关于10几年前高考政策的莫名其妙的网友问询，一头雾水地敲下回复。他们大概永远想不到，自己平淡的官方口径成了这场闹剧里唯一一块沉默的、无声的压舱石。这让我想起更荒诞的一幕。一边是官方为10几年前的考试制度背书，另一边是推特上要求张凌赫必须在中英文平台发布同等规格道歉的声浪。国内的自证清白，在国际舆论场里轻飘飘的像一张废纸。而他当初那句抽象化有东南亚风格，在节目语境里可能真的只是一句没过脑子的试图幽默的闲话。看，这就是2026年内与顶流的生存现状，你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剪裁、被曲解、被翻译、被上纲上线，然后变成射向你的子弹。而当你拿出证据证明这颗子弹是橡皮做的，他们会立刻换上一把名为态度的枪。所以别再说什么人红是非多了，是非从来不是因为红才来，而是因为红了才被看见。那些藏在暗处的放大镜、剪刀和扩音器早就对准了每一个有潜力登上高台的人。他们要的就是看你起高楼，
然后在你最接近楼顶时抽掉一块砖。逐玉的播放市占率从 26.3% 掉到 19.8%， 这下滑的曲线里有多少是真觉得剧烂了，又有多少是沉浸在打假狂欢里的人们随手丢掉的一个数字？张凌赫能不能靠这部剧站稳，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今天这套质疑狂欢遗忘的流程走完，明天还会有李凌赫、王凌赫被同一套流水线送上同一个祭坛。只是下一次还有哪个傻乎乎的官方机构会为了一句陈年旧账出来做那个不合时宜的沉默的证人？想想挺可悲的。张凌赫那张天神脸正在活埋他作为一个演员的呼吸。这话很重，但我必须说，2026年开年的这部逐玉数据炸得有多猛，这背后的陷阱就有多深。腾讯视频热度冲上2万9，全网播放奔着手搓狂飙去的，热搜上战损美学、破碎感刷了3天3夜。可你仔细看，这满天花火里，张凌赫本人站在哪儿？他好像哪儿都在，又好像哪儿都不在。全网风剪雪地里他睫毛挂冰碴的片段，夸他美的人神共愤，可没人讨论那个从尸山血海里爬回来的侯爷，眼神里该有的惊魂未定和野兽般的警惕去哪儿了？谭木为他和女主的猪圈定情嗷嗷叫，可没人深究，一个落难贵族蜷缩在泥泞里，身上那股不得不低头的屈辱感和必须活下去的狠劲又去哪儿了？观众记住的是张凌赫好帅，记住的是那张被光影、滤镜、慢镜头精心伺候过的每一帧都能当壁纸的建模脸。至于他演的那个人是谁，心里是恨是爱，是算计是真诚，不重要了。这太可怕了。一个演员最狠的诅咒，不是没人关注，而是全世界都只爱他的壳，却没人想看看壳里到底有没有魂。逐玉的导演出来解释，说这种镜是高级表演，需要品味。恕我直言，这纯属挽尊。高级的镜是海底的暗流，是火山喷发前的死寂，而张凌赫的很多镜是湖面结冰漂亮、平整，底下空空如也。问题出在哪儿？出在那张脸太标准了，标准到成了他最大的戏服，也是最重的枷锁。他不敢做大表情，怕破坏天神下凡的完美；他不敢有狰狞的瞬间，怕截不出好看的图。所有的表演都在为维持颜值 KPI 让路，于是情绪被过滤，层次被抹平，最后只剩下一个精致的、易碎的、可供全网360度欣赏的美丽瓷器。这能怪他一个人吗？我看不能。这是整个行业的爆款速成法在作祟。有圈内人爆料，现在古偶立项，人物设定不带美强惨、战损、破碎感都不敢爆。张凌赫不过是这条工业化流水线上最新一批、品相最完美的那个标准件。我们都在共谋这场悲剧。平台需要数据，就猛推名场面切片，用最短平快的方式刺激多巴胺。粉丝需要满足，就把每一帧颜值封神，把演技的讨论场变成审美的夸夸群。所有人都在合力把张凌赫往那个美丽废物的神坛上拱。每一次好帅的狂欢，都是一颗更华丽的钉子，把他往花瓶的框里钉得更死一点。看看王鹤棣，当初多少人朝他古装丑男，一个东方青苍，靠的不是脸，是那股子不顾一切的狂劲，把戏和人都立住了。张凌赫呢？他起点太高了，高到脚下全是云彩，没有一块能让他狠狠踩下去，弄脏戏服的实地。逐玉在海外一些地区热度已经开始下滑，这信号还不够明显吗？靠一张不会出错的脸，能通吃一时，吃不了一世。观众最终会腻的，腻了之后会无情地寻找下一个更鲜嫩、更标准的美丽容器。到那时候，被留在神坛上的张凌赫该怎么办？
继续演下一个美强惨，下一个战损天花板。一个演员，如果他的完美成了他唯一且最重的戏服，那每一次所谓的爆火，都不是起飞，而是一次更华丽的坠落。数据能冲上天花板，但若冲不破自己那层琉璃般的壳，这天花板迟早会变成棺材板。